面对美台勾结，我国这次的反制十分迅速，派出了山东舰首次前出西太平洋，并且在甲板上密密麻麻地停满了歼15。来看详细情况如何。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针对麦卡锡打算窜访台湾一事，我国早就做出了警告，称如果麦卡锡真的窜访台湾的话，那么我国将会采取反制措施。受此压力之下，麦卡锡又改口说并不会去台岛，但是台当局领导人会亲自来美国会见麦卡锡。而对于这种情况，我国也进行了反对。在我国的反对之下，美国官方声称并没有安排官员与台当局领导人会面。但没想到的是，在台当局领导人窜美的前一天，美国官方又宣布安排麦卡锡与蔡英文会面。在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双方成功会面并进行了一系列交谈。谈话的内容无外乎加大对台军售、部署更多军事力量等一系列以武谋独的措施。对于这种做法，我国肯定会进行反制的，并且这次的反制还十分迅速。据台委防务部门的消息，解放军海军山东舰率领着航母编队穿越巴士海峡，经过台湾岛东南部海域，进入了西太平洋，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首次训练。对于这一次的山东舰首次前出西太平洋训练，台委防务部门还声称，已通过雷达等电子设备对山东舰编队实现全程监视，这艘航母的所有动向都在掌握之中。不过从台防务部门放出的画面图来看，简直和二战时期的画面没什么两样，勉强只能看到个航母轮廓。相比起身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拍照水平差了很多。在以往，身为御用摄影师的日本是专门负责拍摄辽宁舰，因为只有辽宁舰在东海活动，山东舰一直都在南海区域活动。而这次御用摄影师却千里迢迢地跑到巴士海峡，只为给我军山东舰首次前出西太来个特写。从御用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来看，山东舰这次的出行显然是为了进行实战化检验。在它的甲板上方密密麻麻地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舰载机和直升机。粗略一看，直升机大概有4架，分别是3架直18、1架直9。舰载机的话，大概有14架歼15。虽然以这个数量来看，并不是山东舰的36架歼15满负荷状态，但考虑到此次山东舰是首次前出西太训练，大海上风高浪急，满负荷运行有着一定的危险性，所以甲板上携带一半的歼15也足够了。并且在这次的出行中，山东舰编队仅携带了一艘 054A 护卫舰柳州舰，以及一艘901型补给舰查干湖舰。显然，这次出海的主要目的是和其他护航编队进行更好的磨合，不像辽宁舰经过多年的磨合，每次出行就是055加 052D 的驱逐舰编队跟随。估计等到下一次出海的时候，山东舰就会携带上驱逐舰编队，并且航母也处于满载状态，搭载上30多架舰载机，正式官宣具备实战能力。但即便是这次的山东舰已经够低调的了，还是引起了日本以及台当局的高度关注，因为这可是有史以来的首次。即便是去年的佩洛西访台后引发的环岛军演，解放军也没有出动航母，而出动了航母就必然会出动舰载机，而在一般情况下，出动舰载机就意味着要开始战斗了。这次的训练也就是为将来在台海地区可能发生的一场冲突在做提前演练准备。目前我国仅有一款歼15舰载机，虽然属于海军的5代机，也在研制当中，但按照现有进度来看，想在最近这几年实现全面列装可能性并不大，并且新一代舰载机显然是为了电磁弹射航母准备的，要上舰山东号航母还得一段时间的训练磨合期。因此现在山东舰短期内能够搭载的最强舰载机就是歼15。虽说歼15并不是一款隐身舰载机，但是在全球舰载机实力上也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美军的 F-35 舰载机3天2头的出故障，现在都停飞一大批紧急维修了，
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歼15却没听说过出什么问题。再加上我国的预警机在之前的中美5代机碰面中成功锁定了美军 F-35， 这样的话，即便是歼15在未来的战斗中碰到了 F-35， 也不用担心。失去了隐身能力的 F-35 实际上和歼15的差别并不是很大，而本次山东舰首次前出西太进行训练，再加上之前的辽宁舰多次前出西太，或许等到未来大家能够看到双航母齐聚西太，舰载机满天飞的盛况，到了那时距离收复台岛也是指日可待了。